男嘉宾小宋32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司机；女嘉宾小刘35岁，来自辽宁，网店老板。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赵少少，是谁要分手啊？是我。为啥呀？因为他太小心眼儿了。他怎么小心眼儿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俩回我妈家的时候，我妈对他特别好，而且就是我妈都是会问他你想吃什么呀，都给他做。但是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妈就不那么对我了，就是对我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而且就吃饭的时候都是给他夹，不给我夹。我妈到我家的时候，你不也是不理不睬的吗？她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当没来一样。你母亲喜欢他吗？挺喜欢他的，挺喜欢他，挺喜欢我。为什么到你家你妈对我不理不睬的？因为我们家嘛是农村啊，我妈妈是个农村人啊，所以说他这些礼节啊，农村的老人不都是不太表露出来吗？啊。再有一个就是他没有事的时候老出去喝酒有的时候出去喝酒一喝就喝到半夜，我给他打电话打1次2次，接了之后就说一会儿就回去了，再打就关机就不接。那我跟朋友出去喝酒都不是正常吗？我也没有说每天都出去喝酒啊。那我们的条件都是有限的，那你每次出去的花销都很大的，你也不能说经常去而且还喝多呀，我不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吗？那你每次出去喝酒你不也是一样吗？你也谁没有过朋友啊？就是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的时候，非得让我拍照录小视频什么的，我特别不理解。那我不是担心你吗？我这么大人有什么担心我的呀？都是我女朋友。那你一个女的喝酒一喝到半夜，而且你不喝多了你都不带回家的，反正回家了喝多吧还得我照顾她。那你不照顾我谁照顾啊？喝多了她回家就睡觉吧，还不非得拽我起来跟她唠嗑，不跟她唠嗑都不行。那两口唠嗑不很正常吗？我不跟你唠跟谁唠啊？我出去拽着别人唠可以吗？那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咋不跟我说话，不跟我唠嗑啊？那你跟我说话吗？你不也是在电脑跟前玩吗？你今年确实32岁是吧？是。你确实是孩子爹是吧？对。你孩子多大了？10岁。怎么你说话还像个孩子呢？是儿子对吧？对。你离婚之后谁带着呢？归我抚养，现在我父母带着呢。难怪呢，你就没怎么带儿子对不对？是。比他大3岁对吧？对。您其实也有孩子是不是？有。孩子多大？12。也是个儿子对吧？女儿。女儿。对。两个孩子处得怎么样啊？两个孩子不怎么见面，我的女儿在前夫那儿1年也就过来1次到2次，但是他儿子每个大礼拜都会过来。他对两个孩子不一样，他儿子就是每个礼拜都来，带他儿子上游乐场去玩，去买好吃的，但是我女儿来他就不一样了。我就想就是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孩子，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呢？我就说心里。你女儿不好啊，你女儿来了我也没说不带她出去玩，不带她出去买东西，那我还得咋样啊？你就挑这些小事斤斤计较跟我。你们俩再结婚还要孩子吗？他想要我不想要，因为我们之间都有了，就不必要再要了。我很想再跟他要个孩子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再要一个宝宝才能拉近我们两个的距离吗？因为我们俩的经济条件都有限的。他每个月挣的也不多，我也挣的也不多，而且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就身体不算太好，我就不想要这个宝宝。咱们有多少可以花多少吗？我接着再问啊，你现在能独立自主吗？能。我问问，孩子归谁带？现在归我母亲。母亲带。对。这个工资自己的钱归谁？现在一部分都交给母亲。是一部分还是全交？有一部分交给他妈妈管理，他妈妈就是让他把钱交他妈妈管理，就是给我点零用钱、零花钱，就日常开销。而且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给我买几套衣服而且还是买那种最便宜的，所以我感觉心里就特别不平衡。那我妈妈总就是想，毕竟我们两个还没有领证，怕我们两个胡乱花钱嘛。咱们都这么大，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胡乱花钱的？该花的不该花的，我自己不知道吗？你们俩谁挣得多？谁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我比他多一点。那就说你们在一起生活，你是主要经济支柱，对吧？我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花钱都无所谓，因为在一起生活嘛，就是无所谓。就两个人要是想好好把这个家庭撑起来，就是谁花钱都无所谓点事儿
但是他就有些事儿都听他妈的，特别小心眼儿。行，哎，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啊？我特好奇这件事儿啊，就听下来我特别好奇，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开车嘛，每次我出去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是来回接送我，而且感觉他这人挺好的，挺老实的，不像那种花言巧语那样。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呢？因为我那家庭也是刚离异嘛，心情感觉也挺不好的。偶尔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饭，遇见了他。一来二去的，我们时间长了，就每次吃完饭了，喝完酒了。就都是顺路嘛，我就把他们都送回家了，然后我再回家。你喝酒还开车呀？我那阵不喝酒，我开车出去不喝酒。挺好。你前妻为什么离开你？或者你为什么离开他？因为他对我父母太不好了。还是跟你父母有关是吧？对。您呢？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外遇。男方是吧？对。行。是真要分手呢，还是说要帮他成长呢？我就要跟他分手。你为什么不分呢？因为我喜欢他，放不下他。这我听起来就特别像个大男孩。生活里是不是你照顾他的时候特别多？对。累吗？累。所以呢，不想照顾。对。这可怎么办呀，老师们？交给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赵老师，我觉得2句话，第一是别结婚，第二是别要孩子。哎呀，难得从你嘴里听出这样子理性的话来。不能跟孩子有关，跟孩子有关我就翻脸。真的，我觉得这2位到现在场上这么长时间，我的感觉是你们还没有做好再作为父母的准备。你为什么想要孩子？是因为你觉得有了孩子你们俩能拴在一起，他不会跑了。那孩子是，我觉得这个女人要走了，我叫她用她肚子生个孩子，把她拴在我身边的吗？不是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姑娘的考虑是合理的。你们2位都没有做好再做父母的准备，你孩子都判给你了，他不是判给爷爷奶奶，对不对？法官没有说爷爷奶奶来养，父母走开，没有这么说。你们最后判的时候是判给你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养呢？你都没有做好做第一个孩子父亲的准备，你想要第二个。最后我希望呢，跟男孩子说，希望你能够快快的断奶。你现在还是一个孩子，你看你上一段婚姻结束是因为你媳妇儿跟你妈相处的不好，这不是他们2个任何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有的婆媳矛盾归根结底是夫妻问题，所以你分手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你没有长大，你还是把你孩子交给妈，钱交给妈，那你媳妇儿最后是跟你过是跟你妈过呢？如果你还想追回他，我希望你先学着承担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他有没有你没关系，你的孩子有没有你那是一辈子。双方离异开始新的爱情，往往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幻想着双方的未来，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特别是离异受过伤的，有特殊性。心简单一点，爱情就简单，生活就简单。但我还是要强调，离异双方再结婚，它存在特殊性，比如说孩子的问题。如果你们2个人有一方认为我们再婚以后，法定条件许可的状态下，我再要一个孩子，婚前一定要说清楚，否则的话宁愿不领结婚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现在说好我们有感情有爱情，好结婚吧，结了婚以后为了孩子一个要一个不要，最后还是要离婚，甚至包括财产。如果有婚前财产的，也早一点说清楚，把这一些隐患导火索不要留到2个人扯了结婚证以后。谢谢啊，胡老师。我问一下女方有一个问题极其费解，你上一段婚姻是因为对方出轨而导致的，对，是吗？是。那为什么女儿还跟着丈夫？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已经大了，就是他爷爷奶奶不给我，我说了我带女儿抚养费我什么都不要，他们不肯。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是完全可以带的一个女儿的，你争取了吗？我争取了，他们就是不给我。你起诉了吗？我没有。 2个人及时加起来都不太负责任，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都曾经有过婚姻，都有过孩子，但都不是自己在带。你的女儿是前夫在带，她的孩子基本上没带过，所以每次当你的女儿到你们所住的地方来的时候，她基本上当你的女儿没来过一样，因为她自己就不怎么带孩子，所以对孩子也不会太有感觉。你们之间根本没有经验和资格以及责任感来再次成立一段婚姻，因为你们从上一次婚姻当中并没有接受教训。坦率的来说，作为一个经济条件独立的女性，完完全全可以带大自己的女儿，但她宁愿把女儿放在一个出过轨的男人身上，而且在我看来，据男方的描述，其实你有很多闲余的空间，喝酒喝到半夜来给自己消遣，否则的话不会有一个专职的专车司机的出现。而你其实看上他的，我估计也恰恰是因为他前妻离开他的原因，因为你的前夫太不容易掌控，他出轨背叛了你，而这个男人相对于来说，因为他很幼稚，因为他不成熟，相对于来说好掌控，但是无奈他还有个妈，所以你们彼此又发生了这样的冲突。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不光是在金钱上的算计，更多的是你们在第二次婚姻的过程当中，只有情投意合的成分，却没有志同道合的成分。如果有志同道合，大家伙都是想说把第二次婚姻当成一次非常郑重的事情，彼此相爱，并且给对方舔舐上一次离婚所带来的创伤的话，你们就不会一个出去喝酒，一个到现在还不成长，也就不会说一个自己的事儿还是妈妈做主，另外一个去介意自己是不是要给对方生个孩子。你们没有成，更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那么你们在一起干什么呢？就这。听懂了？如果你成熟的，他不成熟，你就带着他一起成熟，不要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按自己的需要去对待对方或者对方的亲人。所以今天这个局面很简单，要不然你们接着抱团取暖，但是综合三位老师的话，你们成长之后再考虑我们结婚往前走，下一步怎么办。即使分手，也不要让这个手分得稀里糊涂，自己考虑吧。该说的都说了，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以后我也会快快长大吧。希望我们以后会共同努力吧，我会对你好的。你老是嘴上说你不去做，你让我怎么去相信？因为有些事儿吧，是你是个男人，你需要去做出来，我才会相信你，要不然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做到的，会努力的。那我再考虑考虑吧。没了吧？那就请亮灯吧啊！行了，回去吧，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券。关注我们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乐视网、PPTV 剧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来看看这对恋人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吧。请开门。Forever now, forever now， 我只想永远这一辈子去爱你。行了，都出来了还不让人拉你的手，哎，站中间吧。希望你们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开始成长，对孩子好，好吗？可以吗？可以。可以。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
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亲爱的，嫁给我吧，我会让你幸福的。这个送给你啊，要保湿易背湿啊，多用用啊，少喝酒，多沟通，好吗？对，请回吧，谢谢你们啊。